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刘诗诗不仅仅是女版杨洋，她的一张脸引领时尚潮流。感谢您的支持。在开始阅读本文之前，请辛苦给右上角的关注按钮点一下。一念关山这部作品真的让人既感到喜欢又感到厌恶。从故事情节来分析，一念关山显然成为了近年来国内电视剧中最不寻常的一部作品。这部原创剧本的优点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，甚至到目前为止的剧情，观众都很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男主角和女主角的出身及其所经历的事情，都预示着他们将面临各种不同的挑战，观众很难完全理解，这也是这部戏剧最为出色的部分。从演员视角观察，85花刘诗诗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扮演嫩角色，她的脸部状态也相当出色，再加上导演的精湛拍摄技巧，每一个镜头都如同一幅美丽的画作。特别是刘诗诗初次亮相时，她在雪地里轻盈的舞动，她的美丽简直让人目不转睛。剧中的许多配角都经过了精心的选角，方逸伦所扮演的花花公子角色，既有儒雅的气质，又带有些许的幽默，帅气的外表下还隐藏着憨厚的可爱。他的角色设定甚至比男主角更受观众喜爱。即便是身为女2号的荷兰豆，她也得到了一个专为她打造的角色。她有着圆润的脸庞，五官分明，穿着女装让人心生怜爱，而男装又不显得突兀。她的角色设定像一个纯真的小白花，每当荷兰豆出场，都能引起观众的阵阵笑声。从服饰艺术的视角来看，尽管刘诗诗在这部剧中主要穿着红色服装，但她的服装设计并不复杂，主要强调的是一种氛围，这与她作为女杀手和侠女的形象非常吻合。在众多女配角中，陈都灵展现的皇后形象和陈晓妮的贵妃形象都显得既高贵又柔美，既不显得庸俗，也不过分夸张，反而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。这些明显的优点无疑是吸引观众关注的核心因素。然而，一念关山也不是一部完美无瑕的作品。刘宇宁作为男主角，尽管他高大威猛，但他所塑造的大将军式角色给人一种强烈的代入感。然而，从他的外貌来看，刘宇宁那双丹凤眼总是散发出一种狡黠的气息。由于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，因此他的表演技巧并不能完全弥补他在外貌上的不足，这使得他在整个表演过程中都显得眯眼，更像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反派角色。与刘诗诗相比，这种古装的颜值显然是大不如前的。尽管他们是官方的情侣，但仍然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印象，真的觉得他们不太相配。然而，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刘诗诗，毫无疑问，她的状态可以说是满分，既有成熟的韵味，又有少女的感觉。不过，刘诗诗在演绎这个角色时显得有些过于矫揉造作，这直接导致她呈现出了杨洋的女性形象，既有正面的一面，也有负面的一面。首先，她的身体显得非常紧绷。刘诗诗那如天鹅般的颈部总是受到众人的赞誉。这种修长的颈部不仅提高了她的身形比例，还使她的腰背显得更为挺拔。当她穿上古装时，完全不会出现弯腰或塌背的情况，这比许多女演员在镜头前展现的古装形象要好得多。然而，这只是镜头的一开始。刘诗诗以舞女的身份出现，她直立的身材可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，符合舞女的角色设定。但是，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刘诗诗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中，她的脖子几乎无法弯曲，甚至因为过于挺直，使得她的头部在转动时显得有些僵直。例如，当刘诗诗听到他人说话时，她的身体静止不动，虽然想要歪着头，但却感到一种不知道怎么歪的感觉。她的脸微微转了转，眼睛也跟不上。刘诗诗太过紧张，以至于她无法做出这样最自然的动作。在打戏中，刘诗诗展现出了一种直勾勾的表演风格。当她躲避敌人的鸣枪和暗箭时，她总是紧绷着脖子，即使她受到了伤害，她的身体也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，越看越觉得奇怪，好像有人用一根线控制着刘诗诗。必须承认，在古装剧里，演员的身体姿态是决定观众观感的关键因素。虽然保持挺直的腰背是一个基本的要求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员需要像木偶一样完全弯曲，无论如何表演都不能表现得像一个普通人。其次，展现了一种盲人式的表演技巧。刘诗诗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她的眼神。虽然演绎女杀手的角色需要展现出冷漠和代入感，但刘诗诗却成功地将女主角塑造成了一个盲人的形象。她知道刘诗诗想要扮演一个没有感情的女杀手，但如果你不知道，
你可能会误以为刘诗诗看不见她，只知道她会睁开眼睛看向前方。在故事的前半部分，刘诗诗抱着玲珑的遗体离开了朱义卫的隐蔽之的。尽管她每走一步都充满了气势，但从刘诗诗的眼神中，她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情感，而是显得十分呆板。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，刘诗诗也参与了哭戏的演出，这表明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失去情感的角色，只是她的表演过于正式。她只看到了女杀手的冷酷和理性，但并没有完全理解角色的内涵。尽管她在观众面前显得冷漠，但实际上她的内心是充满热情的。因此，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，她紧紧抱着好友的尸体，却表现得面无表情，这让人无法理解她对玲珑的关心有多深，还愿意为了她单独冒险。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，不管是与男主角讨论多么充满情感的话题，还是有深情的对手戏，刘诗诗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对方身上，使人难以理解她的情感。这种盲人式的表演方式也很有说服力。在《且试天下》中，杨洋展现出了他的2大演技缺陷，他整个表演过程都像是被人点穴，站得笔直，脖子完全不能转动，甚至他的手臂和腿都是直线的，这使得古装剧的男主角看起来就像一块木头。他在眼神戏中的表现同样让人不敢恭维，完全没有情感色彩，也没有让观众察觉到他所扮演的皇子虽然表面上表现得礼貌无害，但实际上是心机重重，反而给人一种内外一致，都不是特别聪明的印象。刘诗诗在《一念关山》这部作品中的美貌确实令人眼前一亮，用倾国倾城来描述也不过分，但她的演技和身材确实让她受到了损害。这也提醒了古装剧的演员们，想要拍摄出具有质感的古装角色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过度的努力是不够的。如果像刘诗诗这样过于紧张，就可能面临翻车的危险。刘诗诗的一张脸不仅仅是美丽的象征，更是时尚的引领者。她以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，成功地突破了女版杨洋的标签，成为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星。她的美貌不仅停留在表面，更是在她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、对艺术的敏感洞察力以及持续努力进取的精神中得以体现。刘诗诗的一张脸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她对于时尚的独到见解。她的每个表情都仿佛是一幅画，每一次亮相都如同时尚舞台上的巡礼。她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荧幕，还深深渗透到时尚产业，成为许多粉丝和时尚爱好者的榜样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刘诗诗用她的一张脸展现了美与才华的完美结合。她的成功告诉我们，时尚不仅仅是外表，更是一种态度和自信。在追逐潮流的同时，也要发现和珍视自己独特的魅力。让我们一同欣赏刘诗诗的表演，感受她带给我们的时尚灵感，并在自己的生活中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愿我们都能在美好的未来中闪耀如刘诗诗一般耀眼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